派友，你们好吗？现在人人都知道有个比特币，2009年它第一次出现在世界上，至今是币圈的老大，人们把它叫做 Web 1.0，区块链1.0。到了2013年，19岁的Vitalik Buterin 启动了以太坊。以太坊是一个全新开放的区块链平台，它允许任何人在平台中建立和使用通过区块链技术运行的去中心化应用，人人都可以参与以太坊的开源代码，建立自己的区块链。以太坊就是比特币的升级版 Web 2.0。人类世界是发展的，人类也不停地在推陈出新。今天 Pi Network 马上要出场了，它在区块链行业将以 Web 3.0 这样一个全新的面孔出现。派友们，当你打开 Pi Browser， 你会发现 Pi Network 重新定义了 DApp， 重新定义了域名，重新定义了新的网络传输协议 HTTP、HTTPS 到 Pi 的转变是 Web 2.0 到 3.0 的转变。一个数据互通，全面共建，价值共享。Pi Network 是全方位、全生态布局，所有行业都可以在 Pi Network 上更高效、低成本地重做一遍。Pi 不止3年，从概念到 App 上线，再到如今2900万活跃先锋、上亿的注册量、数以万计的 DApp 生态提案开发，其早已布局了至少7、8年。核心团队耐心之强，非常人所能及，其格局注定颠覆整个世界。人人中心、权力对等、万物互联的 Web 3.0 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圆周率不是一个项目，是一个区块链 3.0 时代的开始。各位派友，恭喜自己吧，因为你有幸和 Pi Network 一起迈入了区块链新时代。说了这么多，各位派友， Web 3.0 时代已经到来，拥抱它的同时，你更需要了解它。什么是 Web 3.0？ 你知道吗？不知道就和派学院一起学习吧。节目开始之前，亲爱的派友，请先伸出你的可爱小手，点击订阅派学院频道吧。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呀，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今天我们就让小派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说 Pi Network 开启 Web 3.0 时代。大家都知道 3W 吧？我们至今使用的万维网的简称，3开启了 Web 1.0， 比特币被称为区块链 1.0， 万维网创始人蒂姆·伯纳斯利发明了万维网，这里我们需要感谢他的出现。今天我们在手机、电脑上进行的所有网络行为，都要归功于基于互联网的万维网的功劳。但是蒂姆·伯纳斯利一直在呼吁、警示世人，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网络，已经迫在眉睫。如今的 3W 万维网就像比特币一样，在走向失控状态，该透明的不透明，而不该透明的隐私数据却在网络中裸奔。垄断成为了互联网的代名词，而比特币也在走向变相中心化。比特币的加密革命让人不敢靠近，把大部分人拒之门外，进来的大多数也被扼杀了。去中心化表象背后是极度的中心化操控，没有法律和道德约束的自由式放纵，是赤裸裸的抢劫。这是革命，不是革命。有人在欺骗大众，也有人在自欺欺人。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认知觉醒的过程。当一些问题成了社会普遍性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就会觉醒，变革的呼声也就愈发强烈。Web 2.0 出现了，它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既是浏览者，也是内容的制造者，在模式上有单纯的读、向、写以及共同建设发展。然而 Web 2.0 也带来了上述蒂姆·伯纳斯利公开信中所描述的问题：一、个人数据已然失控；二、谣言传播太快。我们再来看看区块链 2.0 以太坊。很多人认为以太坊最大亮点是智能合约，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早在以太坊出现之前，能够自动执行交易和交涉的智能合约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广泛存在。比如说，线下的自动售卖机和线上的自动扣款系统。如果单纯炒作智能合约这个概念，以太坊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成绩。那么，支撑着其价格的又是什么？答案是 ICO 这个高度活跃的去中心化融资系统。数字货币是一个缺乏监管的领域，资产方的项目团队可以在高控盘的情况下肆意控制币价，
并趁着当时比特币减半的势头疯狂拉盘，因此引发了作为资金方的散户们的疯狂追捧。而以太坊的智能合约自动转账系统是当时能够唯一进行零门槛的 ICO 的公链，因此得到了这个融资系统中资方与项目方的大力追捧。简单的说，以太坊持有者们所拥有的是能够零门槛参与潜在高回报项目的权利。随着后来 ICO 的沉寂，链游的生态又异常凋敝，以太坊的江湖地位也逐渐下降。再说说失控的 Web 2.0，我们平时在亚马逊上购买东西或者浏览 YouTube 时，网站会根据你的搜索、浏览兴趣向你进行推荐。每次打开网站都可能是你感兴趣的内容或者商品，他们怎么会知道你想要什么？网站正在对我们进行学习，网站自身有了自主学习能力，变得更加智能。从产品信息的服务角度上讲，网站本身正在学习并变得更加智能化，目的是提供更个性化的体验。但从本质上看，这是用户数据的失控。互联网的本质是信息处理和交流，但是谷歌等大公司的垄断已经危及整个互联网。当发明 Web 的先驱意识到了危机，互联网的革命已经成为定局，失控的结束也迫在眉睫。这时，一个更精彩的区块链就要开始了，一个叫 Pi Network 的将要问世。Pi Network 正在打造新的网络传输协议，一个符合 3W 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理想中的区块链万维网。Web 3.0 就要开始了，时代非常急迫的需要 Web 3.0 结束 Web 1.0、Web 2.0 的失控，当然也要急迫的需要完成一直没能正式完成的 Web 3.0。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在 Web 2.0以太坊刚刚出现，很多期待抓住下一个风口的人就开始乐此不疲地寻找能被称为区块链 3.0 的种子项目了。其执着的程度简直不亚于欧洲人寻找第三罗马的热情。正如区块链技术寻求实际应用的同时，互联网在向着 Web 3.0 的方向探索，人工智能领域则迈向深度学习。这三者虽然属于不同领域，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碰到难题，需要互相借鉴技术进行完善，而这正是未来。Web 3.0 采用新的协议和新的存储网络，允许新的应用程序以新的方式并向用户提供新的信息，这样结束失控的状态，让自由回归正常。它是一个高度透明和公平的分布式网络，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而不必担心失去隐私和安全。随着我们周围技术的发展，从 Web 2.0 向 Web 3.0 的转变显而易见。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将使我们能够轻松提供比以往更多、更安全的网络体验。横空出世区块链分布式存储技术不仅解决了数据的存储容量、安全隐私问题，还能做到数据永久保存，让世界上所有的数据有家可回。Pi Network 正在布局的 Web 3.0 是这样，实现去中心化社交网络、去中心化交易、去中心化消息通信、去中心化存储、去中心化保险和银行业、去中心化的金融、去中心化流媒体、视频和音乐、去中心化的浏览器、分布式搜索等。亲爱的派友，听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发现 Pi Network 正在做一个全方位、全生态的布局？今天各位派友幸运地成为这么宏大布局中的一份子，是不是三生有幸啊？让我们准时每天点亮闪电吧。还是那句话，一派在手走天下。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见，拜拜。